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来种植这2颗石斛兰。这些石斛兰是从台湾团购回来的。台湾的兰花寄美国，一定要把植料洗干净。这些水苔应该是后来裹上去的。检查一下植株，这里有2个植株是被剪掉的。表面这些根看上去还是可以，里面那些黑的就需要把它全部剪掉了。石斛兰的根很容易重新生长，把这些根完全剪掉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特别是里面的那些已经干死的根，必须要仔细的清理干净。这些长长的根留住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，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在种植的时候它不会东歪西倒的。这个石斛兰的修剪大概也就这样。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石斛兰。石斛兰的种植比较简单，而且它繁殖的也比较快。大部分的石斛兰的花期也比较长。这棵有3个新芽。植株看上去也是比较健康，叶子有一点发黄也是没有关系。这些植株看上去有一点干发皱，检查一下这些干的衣里面有没有病虫害。根还是比较多的，也就证明这一棵原来长得还是非常好。把一半的根剪掉，里面那些干的根也是要清理的。相对来说，石斛兰比蝴蝶兰的种植管理要简单一些。这些石斛兰可以种植在室外，浇水的时候就直接的浇水。而蝴蝶兰呢，一定要种植在室内，浇水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的。今天用的植料是树皮、珍珠岩、小石头，加上刚才的那些水苔。为什么要混合一些水苔呢？我这里的气候环境非常的干燥，如果单单只是用树皮的话，水分会挥发的比较快。混合一些水苔呢，里面的湿润的程度就可以维持的久一点。今天用的杯子是有洞的杯子，因为准备用外杯，所以呢，用一个有洞的杯子就比较方便一些。种植石斛兰的植料不需要很多，只要它不摇摇摆摆的也就可以。把这些植料压实一点，因为里面的水苔呢非常的蓬松，尽量的压实一点。这个石斛兰有一点高度，就算这样种植的话，它还是有一点摇摇摆摆，还是需要一个棍子来固定一下。
最近尝试了一些板子的石斛兰，发现它们的情况也非常的好。本来是想尝试一下板子这2颗石斛兰的，但是后来想一想，还是等它们长出高芽的时候再来尝试。用来种植石斛兰的植料可以非常的广泛，可以板子，或者是用树皮、小石头、木炭、水苔种植都可以。只要在种植的时候小心，不要把头部埋得太深。把头部埋得太深的话，以后会影响新芽的发芽。差不多这样就可以。想要把这些裸根买回来的石斛兰种植好，一定要注意下面几点。在它的缓苗期，也就是我们刚刚种植好的这一段时间，一定不能直接的晒太阳，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。第二点就是石斛兰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，但是由于它的根系都被我们差不多剪光了，这个时候不能给它多浇水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给它补水呢？这段时间就需要多给它的叶子喷水，确保它不会因为脱水而干死。喷水的时候也可以把表面的植料稍微的喷一下，但是不要直接的浇水。这个叶子看上去好像有什么东西咬过的样子，我还是要仔细的观察一下。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正常的浇水呢？这就要检查一下它的叶子了。现在这些叶子摸上去都是软巴巴的，如果叶子开始比较硬了，比较挺拔了，也有光泽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正常的浇水。刚种植好的兰花不要给它施肥，要等它们长出新叶子、长出新根了才正常的施肥。这棵剑叶文心兰，我准备尝试用板子来种植，想尝试一下不同的种植方法。好了，这棵剑叶文心也就板子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挂在室外浇水也是比较方便，直接的用水龙头喷水也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